咱们先来聊个热乎的，这不是川普眼看就要回来了吗？全球金融市场都炸开了锅，各路金融大鳄纷纷放话，人民币要迎来史无前例的贬值潮了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概念不？就是说从建国以来，人民币就没这么惨过。我们先来看看那些国际投行都放了什么大料。法国巴黎银行预测，如果川普真的兑现承诺，对中国征收60%的关税，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能飙到 7.5。瑞银集团更狠，直接把明年的汇率看到了 7.60-7.70。最狠的是杰富瑞金融集团，他们说2025年人民币汇率可能破8。大家想想啊，现在汇率也就7块多一点，眼看着就要往8冲了。这意味着啥？意味着中国老百姓的钱包又要遭殃了。你们是不是觉得这跟你们没关系？错了，人民币贬值意味着进口商品价格上涨，从大豆到芯片，统统要涨价。而且更要命的是，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专家布鲁克斯分析说，如果川普真要征收60%关税，北京要想保住出口，人民币得贬值50%。你们算算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现在 7.3 的汇率贬值50%，那就是11左右，这简直就是金融灾难啊！但是更让人揪心的是，这次人民币的处境比上一轮贸易战时还要糟糕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分析。第一个原因，外资正在跑路。以前外企来中国投资，带来大量美元，人民币自然坚挺。现在呢，外企纷纷往越南、印度跑，美元都跑光了，人民币哪来的支撑？第二个原因，经济形势不妙。看看中国现在地产暴雷，消费低迷，通缩压力山大。瑞银都把明年中国 GDP 增速预测降到 4% 了，2026年更是只有 3%。这种情况下，央行还能死扛着不让人民币贬值吗？再来看看 SWIFT 的数据，去年11月的时候，人民币还在国际支付中占 4.3%， 排第4呢。结果到了今年9月，直接跌到 3.61%， 被日元超过，沦落到第5。支付金额更是惨不忍睹，一个月就跌了 20% 多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在崩塌呀。有些朋友可能会说，没事，中国政府有的是招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这次真不一样。看看1990年代索罗斯做空英镑的故事，当时英国政府也是信心满满，结果呢，一样被资本市场打趴下了。现在的情况跟当年多像啊，美国经济在升温，而中国却在通缩，两国经济周期完全相反。最让人揪心的是，现在不少国际投行都开始压住人民币贬值了。你们想啊，当年索罗斯带着100多亿美元就把英镑打趴下了，现在这些金融机构手里的子弹可比当年多多了。所以我给大家提个醒，未来1-2年，中国恐怕要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汇率动荡。大家最好提前做好准备，该配置的海外资产赶紧配置，该调整的投资组合赶紧调整。这次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说完了人民币的问题，咱们再来聊聊更要命的事儿，房地产风险正在向金融系统蔓延。这个情况可比汇率问题严重多了，因为一旦银行出问题，那可是要了老命了。最近广州农商行放了个大招，说要甩卖145亿的不良资产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概念不？这说明这家银行已经扛不住了。我给大家算算账啊，这批资产2022年还能赚 1.24 亿呢，结果到2023年直接亏了 6.26 亿，一年之间就转眼亏掉 7.5 亿，这损失也太惨烈了。更吓人的是，广州农商行的房地产贷款不良率高达 5.59%， 批发零售业的不良率也到了 5.23%。要知道，正常银行的不良率能控制在 1% 左右就算不错了。
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银行的资产质量已经烂到家了。你们可能觉得这就一家银行的问题，那我再给大家爆个更大的料，今年第3季度，全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转让突破了1000亿，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翻了将近1倍。银登中心的数据显示，光是今年前9个月，不良贷款转让的成交额就达到了1276亿。大家想想啊，这些银行为啥要甩卖不良贷款？还不是因为扛不住了呗。我们再看看广州农商行的财报数据，从2021年到2023年，他们的营收从234亿一路跌到181亿，今年上半年更惨，营收才73亿，同比暴跌21.86%，利润更是腰斩了快30%。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标普环球最近发布报告说，香港的商业地产市场正在经历25年来最严重的衰退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房地产风险已经开始向整个大中华区蔓延了。香港那些中小银行怕是要首当其冲啊！我再给大家补充个更劲爆的数据，截至去年底，中国银行业对房地产的总敞口高达60万亿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如果房地产继续暴雷，银行系统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呀！现在政府是在玩火。你看看啊，一方面房地产暴雷不断，另一方面又不敢放水救市。为什么不敢？还不是怕人民币贬值。但是你不放水，经济下滑更厉害，银行的坏账就会越来越多，这不是进入恶性循环了吗？而且更要命的是，现在中国的实体经济也在滑坡。你看看广州农商行披露的数据，批发零售业的不良率都超过5%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老百姓都没钱消费了，商家活不下去了，银行的贷款自然就收不回来了。所以我敢说，2024年可能是中国银行业最艰难的一年。一边是房地产债务违约潮此起彼伏，一边是实体经济持续低迷，再加上人民币贬值，压力山大。这3座大山压下来，不知道有多少中小银行能扛得住。大家看看当权者最近忙着干啥？天天开新闻发布会，说什么房地产风险可控，金融体系稳定。但是数据不会撒谎啊，一个广州农商行就亏成这样了，你觉得其他银行能好到哪去？说句不好听的，现在的情况跟当年日本泡沫破灭前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先是房地产崩盘，然后银行不良贷款暴增，最后整个金融体系都岌岌可危。大家可要提前做好准备啊，该调整资产配置的赶紧调整，千万别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最后给大家提个醒，现在外资正在大举撤离中国市场，他们可不是傻子。明年的金融风险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得多，中国老百姓的钱包恐怕又要遭殃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的真相，请帮忙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